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宝。那看到我桌上有很多材料，那今天我就是要来装太阳能板。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些材料，介绍一下。那等一下我在装的时候会比较详细的解说。那我们从右边这边看起，这个防水防漏胶，这个改装车非常的好用，常常用到。那再看一下这个防水的接线盒，我打算电线直接从我的车顶打洞穿出去，然后穿过这个接线盒，用这个防水胶来做防水。那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它是2开2闭的继电器。这个的作用就是我可以手动的去切换我太阳能板跟车上发电机去做一个切换，对我的电瓶做充电。那这是 NC4 太阳能板专用的接线头，这个可接可不接了。那我们看一下电线，电线有各种号数的。有这个比较粗的12号的 12AWG 的，就是要接太阳能板下来到控制器的。那我们看一下这立字型的太阳能板支架，总共有8个。那太阳能板一边装4个，这个就是拖住我们的太阳能板。然后再用这个方形的螺丝锁住这个立字型的支架，然后锁到我们车顶的横杆上面去。那挡板螺丝都是会用到的。那这个保险丝可接可不接，等一下我会解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重要的 MPPT 的太阳能板控制器，这个就是控制我们太阳能板对我们锂电瓶做控制的一台机器。那这种控制器有2种，一种是 PWM 的，一种 MPPT。那种 PWM 的很便宜，一台大概300块而已。那这种 MPPT 的它比较贵，它价钱是 PWM 的10倍，这一台要3000多块。那这个 MPPT 的转换效率会比较好。那2种我都用过，确实这种 MPPT 的转换效率是比较好的。好，我们大概看一下材料。那我们先把太阳能板搬下来。那我们先来量一下太阳能板的长跟宽。好，那我这个太阳能板是400瓦的，它的宽是100，长是203左右。我们看一下我太阳能板的边框，它是黑色的，它是我自己把它喷黑的。它原来是这种铝的颜色。那我锁在车顶架上面，我不想要从车边看上去会看到太阳能板边框是这种铝的颜色，我希望它是跟我车顶架是一样黑色的。连我刚介绍的那些方形螺丝、立字型太阳能板支架都是黑色的。那个方形螺丝是我喷的，那立字型的支架是有黑色的可以买。那我们看背面这边有2条线，它就是一个正极，一个负极，那上面会有写。那虽然上面有写正极跟负极，可是我们还是要量一下，确定它没有写错。那量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用3用电表插入这个正极跟负极的接头，然后随便拿一个灯光去照射你的太阳能板，它就会有电压跳动，不用去照太阳，你这样就可以确定哪一边是正极，哪一边是负极。那我们看一下正负极这2条线的接头，我们看一下正极的接头是这种接头，那负极是这一种。那我们等一下接线就是要反过来，这个负极的接头要接正极的线，这样它才能插进去。那这个正极的接头就要接负极的线，插到我们的太阳能板负极的头上面去，然后接2条线到我们的太阳能板控制器。那这个头其实可以接可以不接的，也可以直接把这2个头剪掉，直接电线对接都可以。如果你没有 NC4 专用的压接工具的话，直接将这个头剪掉，线对接就可以了，这样其实还比较安全。好，那其实这块太阳能板我已经买很久，我已经买1年半了，一直放在我家里的5楼。那本来要装，我拿出来喷漆，喷完之后，因为我车内的装潢还没有做，那我太阳能板控制器要放的位置也还没有决定，所以我又搬回去放，都没有装。那今天我就打算把它装起来。那装这个太阳能板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锁上车顶架之后，先拉到控制器，再接到我们的电瓶，这样子就好了，没有什么困难。
那太阳能板我用了非常多年，我应该用了有5年了。早期装太阳能板还不合法的时候，我是装那种软板的，就是直接贴在我们的车顶，这样看不到我有装太阳能板，这样验车就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太阳能板其实要通风，那种软板直接贴在我们的车顶，太阳一晒，我们的车的这个铁皮很烫，那个太阳能板很快就坏掉了。大概用1年多，那个功率就已经剩10瓦、20瓦了。那现在车顶装太阳能板验车已经可以过了，所以我们就改装这种硬式的太阳能板，它在车顶架下面可以通风，它的效率会比较好。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装。等一下有遇到什么需要注意的，再跟大家讲。我刚量完，我们看一下这数字。我们看一下左边跟右边，前面2个的间距是一样的，后面就差了一点点，128.6、128.2，最后一个位置181.9、181.2。因为我们的车顶架它那个很赶，它是人工下去焊接的，所以它左右的位置不可能刚刚好，就是会有一点点误差。那我们要量得非常的精准，因为等一下这个孔位我们打上去，要锁到横杆上面的时候，如果有一点点的误差，就会非常的不好锁。那我们现在量完，先来打孔。好，我们把太阳能板左右各4个洞，总共8个洞都给打好了。然后这个太阳能支架上面的洞也打好了。现在我们就把它装到太阳能板上面去。我8个支架都锁好了。那虽然我这个螺丝上下都有套防滑的滑丝，那锁完之后，我们还是给它上一点胶，让这个螺丝不会因为震动去松脱，然后也可以达到防锈的效果。那我打完胶，先放着让它干。那我先去打车顶的洞，然后先把电线都接好，之后把太阳能板放到车顶架锁好，这样就完工了。我们在车顶上打了一个孔，然后这个防水盒也打了一样的孔。那现在我要把防水盒粘到我们的车顶，对准那个孔，打好防水胶。接下来要先来配我们的线。我总共拉了5组线，分别是前后左右跟电动车边上的线都拉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接太阳能板的线。好，现在我们要接太阳能板的线，那我们来稍微讲解一下。我们的太阳能板的正极这边是公插头，那负极这边是母的插头。那我们接线就是正极这边要接一条红线，那因为它是公插头，我们就要接一个母插座，这样才能对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C4 的接头，这一个母的，一个公的，那里面的接角一长一短，一粗一细。那这个比较粗的就插这个公接头，细的是插这个母接头，因为它 size 不一样，你插错边也是插不下去的。那我们只要把我们要的线拨好外皮，然后压接到插针上面，插进去，它会有一个卡榫，插进去就拔不出来，这样就好了。那我刚有讲，其实这种接头不一定要接，因为它这个接角在压接这边其实没有很牢固，比较容易松脱。你把头剪掉，2条线直接对接，其实还更牢固，会更安全。那这个 MC4 接头其实它就是一个快速接头。
但是我们太阳能板上去之后，我们基本上就不会再去动它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这种快速接头，所以线直接接是比较好的。好，那如果你没有专用的 MC4 的压接工具，你用一般的压接工具把它压紧，然后上一点焊锡，尽量让它牢固一点，这样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我这个线是12 AWG 的细胶线，它的持续耐电流是27安培。其实我们这个太阳能板，它的电流大概都10安培左右而已。像我这个415瓦的太阳能板，它的最大电流只有 10.26安培，电压是 40.44， 它的电流都是10安培。如果它是400瓦的，它只是电压高，大概40伏特，电流是10安培，所以乘起来是400瓦。那如果是300瓦的太阳能板，它的电压就是30伏特，那电流一样是10安培左右。那以此类推，200瓦的大概就是20伏特，电流一样是10安培。所以我们线的选用只要可以耐持续电流10安培以上就可以了，大概13号、14号甚至15号都可以。那我用12号粗一点，比较安全。终于把全部的线都接完了。我搞这把线搞了至少4、5个小时，非常的累，在车顶上上下下跑来跑去。那看到这一把线，就是我刚讲的前后左右的照明灯，还有我们车边帐的控制线，还有最重要的太阳能板下来的2条线。那为什么会搞这么久？因为我要把它接得很美观，所以就弄很久。那上面我的线拉完之后，我再把它套那个 PVC 的软管保护我们的线。那因为我没有穿线的工具，就慢慢穿很久。那我刚有讲太阳能板下来的线不一定要接那个 MC4 的接头，因为那个 MC4 的接头其实它有一点脆弱，如果你压接的不好的话，其实它很容易松脱。我们把头剪掉直接对接，其实会更牢固。那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做？因为我从车顶直接打洞下来，我接一个防水盒在那边。如果我是太阳能板接2条线直接拉下来，我太阳能板盖上去之后，我的手没有空间进去把防水盒的旋钮锁紧，所以我一样接了 MC4 的接头。那太阳能板盖上去之后，我伸进去把接头对接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我把太阳能板都搬上车了，因为搞得真的非常久，那时间有点晚了。那明天我们把太阳能板装上去之后，再把上面下来的线接到我们的控制器。那我这个控制器会跟我车上的发电机做一个结合，会透过我刚刚讲的2开2闭的继电器去做一个切换我们太阳能板或者是车用发电机对我们的锂电瓶充电。那还会接一个升压模组。那等明天我把太阳能板装完之后，来接我们的控制器，再跟大家讲解。好，我们把太阳能板锁好了。那这个太阳能板有20几公斤我是一个人，把它先抬上去，然后跨在上面，再慢慢的往内移，再上到车顶架把它抬上去，有点累。那总之我就是把太阳能板锁到车顶架锁好了。那螺丝也打好胶了。那装这个太阳能板最累的就是这个前置作业，把太阳能板锁到车顶架，就那些孔位要打要对准，然后锁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配线，接我们的控制器跟锂电瓶。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太阳能板下来的线，我要再做一次确认线有没有接错。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电压。我们太阳能板的线穿过这个 B 柱拉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接电瓶正负极的线出来。那接这个电瓶的正负极的线要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车它是有搭铁的，就是整台车它是带负电的，所以我们要拆电瓶接线柱上面的螺丝的时候要小心。我们要先拆负极，把负极拆掉，那我们整台车没有搭铁，没有带负电，再来拆正极。这样会比较安全，因为我们这个拆卸的工具都是铁制品。那如果你先拆正极，你这个工具不小心去碰到你的车底，会马上爆出很大的火花，很危险。那我们要拆掉正负极上面这2颗
把它换成这种3爪的，这样子我们要接2条线出来才够用。好，我们看到线都已经拉好了，太阳能板下来的2条线，车上电瓶拉过来的2条线，就是发电机接过来的2条线，都在这边。那接下来就是要接到我们的太阳能板的控制器，还有我刚讲的2开2闭的继电器。那在接这个2开2闭的继电器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我们看一下这个继电器，它一共有8个接角，上面2个，1、2，这边3、4、5、6、7、8，它有8个接角要接线。那我们看到下面这2个，中间有一个圆圆的，这个是一个电磁铁，它通电之后就会有磁性，然后这个就会被吸住。本来是这2点过来碰到这个触点，到这2点，这2点跟这2点现在是导通的，通电之后电磁铁往下吸，就变成这2点跟这2点导通。那我们如何用这个2开2闭的继电器去切换我们车用发电机跟太阳能板下来的电做一个切换呢？我们上面这2点它是算是公共端，这2点的正负极接线出去到我们的控制器。当我们用开关去控制它吸合或放开，就会切换。假设这边是太阳能板下来的2条线，这边是发电机的正负极2条线。当我们通电闭合的时候，就会切换成车用发电机来供电。那当我们电关掉，它弹开变成上面太阳能板下来的电送电到我们的太阳能板控制器。好，我们终于全部都接完了。那这个线有一点乱，因为我之后还是会重新接，因为我的柜子还没有做。那之后重新接这个线，有一些都还要裁切的地方，所以我就是先暂时把它放这样子。那我们先从最右边这个升压模组来看，升压模组下面这2条线就是我们车上电瓶接过来的正负极。那我们量一下它的电压。车上电瓶的电压是 12.96， 那这个升压模组我是设定升压15伏特输出。那这个升压模组怎么去设定你要升高多少电压呢？上面这边有一颗蓝色的，上面有旋钮，我们就是用3用电表插住上面这2条线，然后去旋转这个旋钮，调整到你要的电压。那我是设定15伏特左右。那我们看到下面2个蓝色的旋钮，这个是限流保护，这个是低压保护。那这个限流保护我没有去设定它，一般我们不用去理它。我这个升压模组可以支援到30安培，那我们车上发电机的发电电流应该是没那么大。那我们看这个比较重要的低电压保护，这个低电压保护就是设定，当你车上的电瓶电压低于多少的时候，不会对我们后面的锂电瓶做充电，因为锂电瓶的电压比较高，我们是升压到15伏特来对后面的锂电瓶做充电。那如果你不设低压保护，我们车上的电瓶就会一直升压过来去充后面的锂电瓶。那我的低压保护我是把它设成13伏特，因为我们知道铅酸电瓶它的电压一般都是2点多到13伏特左右，如果你车子不发动的话，它就是在这个区间，一般都是低于13伏特，所以它就不会升压过来对我们的锂电瓶做充电。那只有当我们车子发动，我们发电机开始运转的时候，它的电压就会升到13以上，大概会到14左右。那超过13，它就会开始升压，升到15，对我们的锂电瓶做充电。那这个低电压保护要怎么设定呢？一样，我们用3用电表去量我们电瓶过来的这2条线，然后去旋转这个旋钮。假设我们现在的电压是13，你去旋转这个旋钮，电压到13的时候，它这个蓝色灯就会亮起，就代表我们的低电压保护是在13左右。车上的电瓶低于13的时候，蓝灯就会亮起。车上电瓶的电压高于13的时候，蓝灯就会熄灭，它就会开始升压，对我们后面的锂电瓶做充电。那等一下我把车子发动，测试给各位看，这个蓝灯会熄灭，就会开始升压过来充电。好，那我们看完升压模组，接下来我们看这个2开2闭的继电器。车上电瓶过来的2条线升压之后，2条线过来接我们继电器的这2点，上面这2条线是太阳能板下来的线，那下面这2条线就是公共端，这2条线就是看你是车上发电机的电或者是太阳能板的电过来，经过这2条线到我们的太阳能板控制器。那我们刚刚有介绍过，这2条线当你通电，它这边有个电磁铁，它就会吸合或放开，就是切换我们
车用发电机的电跟太阳能板的电过来给控制器，再经过控制器去充我们的锂电瓶，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影片一开始在介绍材料的时候，我有讲到这个保险丝，我有说这个可接可不接。那这个保险丝的作用就是我们太阳能板下来的线要经过保险丝，再到我们的控制器。那我们的锂电瓶也要经过一个保险丝，再到我们的控制器。那其实我们这个控制器啊，里面其实都有自带保险丝。那我们这个锂电瓶里面的保护板其实都有保险丝的功能的。那如果要保险一点的话，就是都给它接嘛，多一层保障。所以这个保险丝是可接可不接。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接的话，我们这个太阳能板的控制器说明书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这个太阳能板下来要经过一个断路器，就是这个，它就是将正负极都断掉，它不是只有在正极接一个保险丝断电。第一个它是方便维修啦，但是我们将正负极都断掉，我们要换控制器或者是换太阳能板比较方便。第二个就是我们正负极都断掉，都让它不带电，不然的话你的机子是有带负电的，两个意义是不同的。那太阳能板下来经过一个断路器，然后再接到我们的控制器，那我们的电瓶正极出来经过一个保险丝，再接到我们的控制器。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接的话，照说明书上面的接法下去接，就是绝对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继电器它怎么做动。这个红色的线控制线，在我之前拍前面雾灯那一集，我就预留开关在我们的驾驶座那边。中间这一颗有一个电瓶符号的，就是我们预留要来控制我们继电器的开关。按下去它就会亮，继电器就会做吸合，这样子我就知道现在是车上的发电机在对我们的锂电瓶做充电。那我关掉就变成太阳能板充电。好，那这个控制器我就不介绍了，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设定了。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我们车上发电机透过升压模组经过控制器对我们的锂电瓶做充电。我们先量一下现在车子还没发动时候的电压，现在 12.97， 然后蓝灯亮着的，代表现在是有低电压保护，因为我是设定13嘛，低于13它是亮蓝灯。那现在我把车子发动，现在车子发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升压模组上面的蓝灯已经熄灭了，代表现在电压已经超过我设定的低压保护13伏特，所以它蓝灯熄灭，现在就已经开始对我们的后面锂电瓶做充电。那我们来量一下现在发动机送过来的电压有多少。现在电压是 14.25， 我们怠速的电压。我们可以看到控制器上面现在显示的充电电流是 6.4 安培。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锂电瓶保护板，那我们的电瓶的容量剩 50.2 安培小时。那我们知道我们引擎怠速它的转速大概都不到1000转，所以我们发电的效率会比较差。那等一下我会开出去测试半小时，就是让引擎在运转发电机比较高速转动的时候，看半小时可以对我们的锂电瓶充多少电。我们开车绕了半小时，那出发之前我们的电瓶容量有 50.2 安培小时，那半小时之后有 54.8， 总共充了 4.6 安培。那刚开车的过程，我有看蓝牙保护板的充电电流，大概都在9安培上下。那1小时充9安培没有很多，不过车充对我来讲，它只是个辅助。我主要都是靠太阳能板在充电。如果真的不够用，或者是都是下雨天的话，或者是晚上开车想要补充一下电量的话，才会去切换成车用发电机来对我们的锂电瓶做充电。现在是6月10号下午的4点12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太阳能板一天发了多少电。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发电电流，还有9安培左右。那今天总共发电量118。那我昨天开车充了大概有10安培，那现在118，所以今天已经充了108安培。那现在的太阳4点多还继续有在充电，就9安培左右，所以一天充下来可能都有110、120安培，而且早上天气还是有一点阴阴的。那我会选这台控制器，是因为它有带蓝牙功能。我们只要透过手机的 App 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太阳能的电压、电流，还有今天充了多少电。那一天的发电量100多安培，对我来讲已经很足够用了。
好，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些比较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我这个控制器我是选40安培的，就是它可以支援到40安培的电流。那我们太阳能板如果用400瓦满载来计算的话，它用14伏特的电压下去对锂电瓶充电，它的电流大概就27安培左右而已。所以控制器选30安培就够了。那我是选40安培大一点的。那太阳能板的电流，我们刚刚有讲，它都是10安培，所以你细胶线的选用，只要可以耐持续电流10安培以上就可以了。那控制器到锂电瓶这一段的细胶线，你就选可以耐电流到30安培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保险丝，这个保险丝今天我没有接上去，因为我这边还有2个汇流排，还有我的逆变器也还没有装。我等之后柜子全部做好之后，重新接线，我会再把它接好。那这2个保险丝，一个就是接太阳能板这一段线的正极，那另外一个是接控制器到锂电瓶的正极，做一个保护。刚刚有讲，我们太阳能板的电流都是10安培左右，所以我们太阳能板到控制器这一段的保险丝，你就选15安培的就可以了。那控制器到锂电瓶这一段的保险丝，30安培的就够用了。那我影片都拍的比较长，尽量把一些细节该注意的地方都详细的讲清楚，希望大家看完我的影片就知道要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安装。那如果还有不懂的地方，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我都会回复大家。那我们这集安装太阳能板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吧，我们下期见，拜拜。现在是6月11下午的4点左右，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天空，就是乌云密布。我们看到控制器还有4安培的电流，那从安装到现在已经充了175安培小时。那像这种乌云密布的天气，现在下午4点都还有4安培的发电电流，那这一整天下来应该都有30-40安培小时的发电量，是不是很神奇呢？